兄弟們，接近1000元的16G DDR5 內存真貴啊！有些人說價格還要漲到2027年底，價格也許永遠回不去了。想要升級最新 APU 的 890M 核顯迷你主機，連準系統都賣您4000元，上市1年來就沒有降過啥價，是 780M 核顯小主機的2倍。想買新主機，內存和 SSD 貴死個人，升級最新 APU 又下不去手，這小主機啊，真是沒法玩了。但我們總得想點法子折騰一下啊。這時候威社就像一道光，給我們重新送來了 Steam Machine 這老瓶裝新酒的 X86 客廳遊戲主機概念。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為大家手中的 780M 核顯小主機來折騰一把，介紹如何把它打造成一台迷你 Steam Machine。使用大屏電視玩遊戲，這是遊戲主機的打開方式。Steam Machine 在這方面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那就是 Steam 這個遊戲分發平台。但我們小主機愛好者看過去，從外形到實質，它不就是一個 X86 小主機嗎？傳說這台機器不可能低於$700，那就是5000元人民幣起跳。如果再疊加內存 SSD 漲價，$900都有可能。我想啊，如果我們能用好自己的 780M 核顯小主機，打造同樣的 Steam Machine 的軟件體驗，我們不追求玩 4K 遊戲，甚至也不追求玩 2K 遊戲，玩 1080P 遊戲怎麼樣？也許我們就能達到同樣的很好的體驗呢。今天我們找來了2台裝置 AMD Ryzen 7 H255 CPU 的 780M 核顯小主機，阿麥奇 W1 和天貝 Mako。我們將為他們安裝最新社區版的 SteamOS 3.9， 打造我們自己的迷你 Steam Machine。我們先來看看 Steam Machine 的外形和接口以及配置情況，把它和我們的 780M 核顯小主機放在一起對比一下。Steam Machine 的 CPU 是6核12線程的 AMD Zen 4，最高 4.8GHz 30W TDP。我感覺這個 CPU 應該是接近 Ryzen 5 7640U，還不如 7640HS， 所以我們的 Ryzen 7 H255 CPU 部分應該是完勝它吧。GPU 上 Steam Machine 是 28CU 的 RDNA 3，比 H255 780M 核顯的 12CU 的 RDNA 3要高不少。我覺得它是等同於小超頻的 Radeon 7600M XT， 不知道能不能打得過最強核顯 8060S。 8060S 可是 40CU 的 RDNA 3。接口方面 Steam Machine 就要比我们的小主機遜色不少了，1000兆网口還沒有 Type-C 接口，體積是接近4升，比 0.67 升的阿麥奇 W1 大了接近5倍啊。所以說我們要打造的是迷你 Steam Machine， 體積小很多， CPU 強一些， GPU 弱不少，接口強很多。讓我們開始吧。首先我們要來到社區 SteamOS Halo 版下載頁面，這是基於 SteamOS 原版的擴展，適配了 X86 PC 的硬件，比如無線網卡和藍牙，還有板載的有線網卡。這個網址我們會直接放在視頻說明裡，大家可以點擊下載。都來到這兒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社區版每月更新很多次，目前已經開啟了 3.9 版。它是基於 SteamOS 的官方主分支修改的，在這裡已經可以下載最新12月4號的版本，是 ZST 格式壓縮文件，好像只有很少的解壓軟件支持它。這裡也有威社原版的 SteamOS 下載，目前最新的是 3.7.19， 可以用於 Steam Deck 和其他 X86 掌機。因為我需要使用 U 盤來安裝，所以下載了這個 Repair 版本。別看它是 3.8 的，但安裝時可以聯網升級，安裝完畢後就是最新的 3.9 了。我們一共下載過3個版本，前2個都是支持 U 盤安裝時升級的版本。這個 ZST 後綴的是直接烤盤安裝的版本，也就是不支持 U 盤安裝，只支持把 SteamOS 安裝系統直接刻錄在另一塊磁盤上。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於外接 SD 或者 TF 卡，但需要使用支持解壓 ZST 格式的刻錄軟件。
我們自己選擇的是支持安装時升級的 Repair U 盤安装版。我们重新打開 ARMA 17W1，更換了一塊 SSD。要使用 U 盤呢安裝到 SSD 硬盘上，我這塊原來的 SSD 是安裝過鐵威瑪的 NAS 系統，最好用 Diskgenius 給它刪除原有的分區，保存一下，清除乾淨。然後在 BIOS 裡讓 U 盤成為第一啟動盤，保存重啟。它一開始會嫌跑碼，和我們 OpenWRT 的啟動差不多，然後進入到圖形安裝界面。在這個界面裡，我們是首次安裝，直接選第4項清盤並安裝 SteamOS， 雙擊打開，選擇開始。安裝完成後，選擇重啟動。記住黑屏後拔掉 U 盤，用我們安裝完成後的硬盤啟動。時間稍長，耐心等待。直到界面出來，常規的語言選擇、時區選擇、網絡選擇，這裡已經識別了 ARMA 17W1 的螃蟹 2.5G 板載網卡，可以繼續安裝。如果沒插網線，也可以選擇無線網絡。W1 這塊 MT7922 Wi-Fi 6E 無線網卡也是能自動識別的。繼續，開始了自動更新。更新完成後自動重啟，帶來了熟悉的 Steam 賬號登錄界面。登錄後就直接進入了遊戲主機的大屏界面。這個時候呢，可以先接個鼠標，設置一下藍牙手柄。點右上角的網絡設置，我們會看到網絡情況。選擇藍牙設置，打開藍牙，自動開始搜索設備。這時候我們打開 Xbox 手柄，連接它。連接上了，好了，可以使用手柄了。這就是一台迷你 Steam Machine 遊戲主機的基本安裝過程。我們來看一下系統，已經更新到最新了。看看 SteamOS Hollow 版本 3.9， CPU H255， GPU Radeon 780M 核顯。顯存，我們一般在 BIOS 裡設置獨立顯存為 8G。顯示這裡可以設置分辨率和刷新率。音頻可以選擇 HDMI 輸出或者小主機機身的 Audio 插孔。按下手柄的 Xbox 加 A 鍵或者鍵盤的 Shift 加 Tab 組合鍵，可以進入 Steam Overlay 菜單，可以在任何界面快速出現的設置選項菜單。不過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是我們使用的這個性能選項，一定要先打開高級視圖，往下滑到底，打開在 Steam 內顯示性能疊加界面，左上角就出現了我們的監控菜單。僅用幀率限制很重要，打開它就能讓顯卡發揮最大性能。限制了幀率就限制了性能，除非是我們跑不到的幀率，比如120幀或者240幀。我們來到這個性能疊加界面等級，實際上就是性能監控的預設，目前是3。我們看下4，有更多的參數。這個性能監控界面是所有時候都能顯示出來，不管有沒有進入遊戲。性能疊加界面1檔就只有左上角最頂處幀率數字顯示，2檔就是頂部橫排，3檔和4檔是我們常用的。我們現在是遊戲主機的大屏界面，是每次開機都會進入的。但 SteamOS 本身是 Linux 系統，它也有一個桌面系統，我們在電源菜單裡可以切換過去。桌面上第一個圖標，雙擊就可以重回遊戲主機大屏界面。左下角有桌面設置和 App Store， 我們可以打開來使用。下載谷歌瀏覽器沒問題。現在我們來測試遊戲了。地平線4的優化實在是太好了，
能在我們 780M 核顯下使用 1080P 超高畫質。對比 Windows 下的測試成績，我們放在了左下角，兩者幾乎是一樣的。咱們這台迷你 Steam Machine 下跑地平線4的感覺太爽了。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吐槽一下，這遊戲竟然不支持遊戲記錄轉打。微軟商店裡我有好多車，而在 Steam 這裡要重新開始，又一次開上了我的黃色野馬 SUV。無論是普通場景還是複雜場景，我覺得和 Windows 下都沒有什麼區別。地平線5也是咱們這台迷你 Steam Machine 表現很好的遊戲，我們使用的是原始分辨率。沒用 FSR， 我測試過，打開4倍抗锯齿，應該都還能保持平均60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畫質 ，FSR 3平衡模式，没開光追，開啟正生成，跑性能測試。78帧，這比 Windows 下低了一些，大概低了10帧左右。古墓麗影：暗影 1080P 高畫質，進入遊戲就遇到了性能示警，用鼠標跳過，運行性能測試。平均帧45帧，比 Windows 下的41帧提高了4帧。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1080P 自定義畫質 ，FSR 3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72帧每秒，比 Windows 下還多了3帧，表現不錯啊！這個遊戲還是轉譯的吧？實戰一下。就是大王說的那個天命人。這就是我們打造的迷你 Steam Machine 的遊戲體驗。有的游戲和 Windows 帧率幾乎一樣，比如《地平線》，或者稍好一點，比如《黑神話：悟空》和《古墓麗影：暗影》，也有比 Windows 下拉胯的，比如《賽博朋克2077》。我自己的总體遊戲感覺是，好像是更沉浸了一點，有點使用專業遊戲機的自覺性，玩進去的時間更長久了。而且這台我們打造的迷你 Steam Machine 能完美支持休眠，不管是主動選擇還是設置時間，它自動進入的，都能通過按一下電源鍵，快速恢復進入到 SteamOS 大屏遊戲界面。其次硬件兼容性上，我們這次測試了2款迷你主機
阿麥奇 W1 和天貝 Mako， 它们的 CPU 是完全相同的 Ryzen 7 H255， 不过它們的無線網卡和藍牙還有板載有線網卡都是完全不同的，但目前卻能完美兼容 SteamOS 3.9 系統，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下載、安裝、試用。以後我們也會測試各種迷你主機在 SteamOS 下的使用以及兼容情況，去為短期不能升級小主機的朋友們新折騰提供幫助。好了，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我是老白，歡迎大家點個關注，謝謝朋友們的觀看，再見。